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聊美股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来看一下下周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非农数据。这个非农数据本来应该是上周五出的，但是因为这个政府那边可能出了什么问题，数据没出来，所以说挪到下一周了，也就是周三盘前8点半非农数据。那么其他的我们看一下，也有比较重要的。周二的话，这个零售数据，然后这个周三就是这个非农数据了，然后还有这个失业率，还有原油数据，然后周四又是就业的，然后周五是一个 CPI。所以说下周是一个数据驱动行情非常明显的一个行情，而且数据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周三的这个盘前。所以说，下周我们需要打起精神来，毕竟这个，刚刚过去这周，大家也感受到这个市场的波动了，对吧？现在是处于一个大盘是在一个高位震荡，那么个股的话，如果说最近这个杀跌的比较厉害的，就是这些跟软件相关的这些个股，因为是可能被 AI agent 这个功能给吓到了，所以说最近的这个下跌还是比较猛的。所以对我们来讲，重要的就是控制风险嘛。所谓风险其实是不可控的，禅师那里面风险是不可控的，什么政策风险，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风险啊，什么地缘政治的风险，你这个人为你是控制不了的。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的仓位，在相对高位的时候你减一减仓，相对低位的时候你加一加，对吧？尤其是你已经选好，按照你的逻辑，从基本面、比价关系、技术分析这3个维度，你已经选好了你的标的了，对吧？那你就利用禅师教给我们的这个方法，进行仓位的加减操作就好了。你管它什么政治风险啊、地缘政治风险啊，还是什么宏观经济的风险都无所谓的，最重要还是你手里的仓位的这个有没有在高位减仓，然后你才可能在低位加仓，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更要去关注的。那么再看一下下周还有哪些公司要出财报。虽然说大的这个七姐妹就是一个英伟达还没出，其他的都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关注度比较高的。那么周二的话有一个 Spotify，这也是流媒体的巨头，对吧？这是在下周二出，然后但是它是在盘前出。那么在周二盘后的话有一个 UPST，这个 UPST 在我们频道里面有过一些朋友提问，这个公司主要是一个AI 贷款撮合平台，不知道大家对它的基本面有没有了解过？它在这个 AI 贷款方面是相对来说是算是开创者，或者说在 AI 信用评估领域，它算是开创者和领头羊。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小散户比较关注它的原因，可能是。然后周三的话，我们看有这个麦当劳啊，这都盘前 Shopify，Unity，这是跟这个 Metaverse 相关的元宇宙相关的。然后这个周三盘后还有 Cisco 老牌的这个网络公司，然后还有什么 TDD 这些都关注度比较低了。然后周四这个 Airbnb，但是这个写的是一个 E，你看它后面标的入了一个 E，这个是 estimate，就是预估的，不一定。预估这都是预估值，所以说可能具体的财报时间还没有出来，那我们就不管这些。然后周四盘后有一个 Rivian，这个在频道中直播的过程中有过几次，有朋友问他，可能是比较关注他。然后还有这个Twilio，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关注过？这是一家什么公司？这是一家就是比如说你买机票会收到很多那个航空公司的短信，这个 Twilio 它就是给这些公司，就是你买它的服务的话，它帮你来发这些客户需求的这些短信，它是对这个 B to B 的，这是这么一家公司。然后在周五的话，有一个 Moderna，就是这个 mRNA 这个药厂的。那么我们简单的会在等一下分析中分析几个我关注度或者大家有在直播中提问到的一些股票。那么关注度不高的，我们就因为时间有限嘛，毕竟不能分析的面面俱到。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些品种，先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简单的过一下，毕竟我们在平时直播的时候已经经常说到，我们就简单过一下。指数
先是这个月线，月线已经出顶分型了，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月线已经出顶分型了。上个月的低点是这个6789，那么这个月的低点目前是6780，所以说顶分型已经出现。那么本月的话还有3周的交易日，还有3周交易日，那么就看这个月线的这个收线，这是我们要关注，是顶分型延续。目前是这么一个状态，只是刚刚跌破了前面月线的低点。看它这个K 线是不是要继续往下走，要跌破前面的第一元素的低点这里。看一下它的价格，6720。如果说本月就要跌破6720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顶分型就是一个强顶分。我们之前说过，什么是强顶分、弱顶分，就是要第三元素跌破第一元素的低点，这就是强顶分。强顶分它更容易形成回撤一笔，但是也不是100%的，对吧？就是大概率，这里是出现过强顶分，然后出现过2个月的一个大幅下杀。你说啊，虽然说没有形成那个回落一笔，但是后面这2个月的大幅下杀，你就不去管它了吗？对吧？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出现强顶分之后，你要注意了，这个位置如果说出现大幅回调的话，那你在出现强顶分的时候，你就应该留意，而不是说我都到这个位置了，我才说啊，有可能要回落一笔了，那可能结束了，对吧？就是出现强顶分，只是给我们一个提个醒啊。这个强顶分这个顶分型也出现过多次，这一直上涨之来已经出现过4、5次了。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这一次能够出现有效的一笔回落呢？我们再看一下周线，这就是我们平时在直播中有时候会分析到的这个3491，这是 A 中枢、B 中枢。这个 A 中枢和 B 中枢的震荡，这个围绕它们震荡的最低点和最高点这2个点位没有接触，是一个趋势上，现在还是趋势上。现在嘛，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最后这个围绕最后这个中枢什么时候出3买和3卖，对吧？围绕最后这个大 B 中枢，你要么给我一个3买，要么给我一个3卖，才能说我不再围绕中枢震荡。因为如何判断是否继续围绕中枢震荡的唯一标准就是出现3买和3卖。你没有之前呢，就还可以再打回来。所以说现在就是看它如何选。那么如何选之前，那就是4835到现在这个7002这段要结束，对吧？你这段现在还没办法判断它结束呢，对不对？所以说你要说简单的我们测一下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我先看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的力度呢，刚好在一个关键位置6823上面，这个6823就是等比例啊，就是这个到6823的空间跟前面这个进入段的空间一致，你看到没有？刚好到6823，你说这玩意儿技术上它走的多那多技术，是不是？在前面这里也是出现过6823，这里出现过一个强顶分，对吧？为什么6823这里争夺这么厉害呢？就是如果说这里能够继续往上走的话，意味着离开段不背驰了，那很有可能就大概率能给一个3买之后再打一个小高点来结束整个的。如果说6823这里扛不住下来了，那就要看这里还可以形成一个3买，但这个形成3买肯定没有再往上面走形成3买再打高点的可能性更高啊，对吧？所以说这个6823这个位置为什么争夺这么厉害，就是技术上的含义在这里。那么现在周线上也有顶分型了，周线上也有顶分型了，那么就看它周线顶分型出来之后，也跟我们刚才在月线上分析一样，是不是要延续出来一笔来？那顶分型也出现过多次了，前面已经出现过很多次，我们就看一下它的次级比日线。那么日线这个结构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平时直播的时候也讲，4835 A 中枢小 B 段 B 中枢，但现在的唯一区别就是这个大 B 段啊，大 B 中枢升级了，9段升级，这是第9笔。那么在周五直播中我们也说了，就看因为周五这个上涨力度还是可以的，现在标普是涨了1.97%，这里需要 MACD 提起来往上走，力度往上走，才可能出现大 B 中枢升级之后的离开，对吧？因为这个中枢级别越大，相应的这个回拉的引力就越大。所以说你这个力度如果说不够强的话，或者不够快的话，都跑不出去。
这个类似一个星球，这是禅师做的一个比喻，类似一个星球，这是围绕它星球转动的这个卫星。你如果说这个逃逸速度不够强的话，你就很容易被拉回来。所以说你这个力度怎么来判断这个能不能够出去呢？就是看它的级别，看它的结构。这个结构越简单越容易，或力度越强越容易跑出去。但是如果说你是这种结构，你说你能跑得出去吗？你肯定跑不出去啊！很快就有2个小中枢了，很快就被拉回来。所以结构越简单越容易跑出去，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再看一下1小时，现在1小时呢，因为在日线上它还没有办法说第9笔完全结束，因为第10笔还没出来呢。所以说在1小时上，那你2个方向都要看了，一要看这个7002的下跌没结束，二要看这个6780的上涨延续。所以说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中枢的，但是周五的已经打到这个200均和120均上面了，这个上升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它的小周期我们在周五或者在之前分析过，它有一个2买，15分钟给了一个2买之后，然后一个123，现在是123不背驰，就是3跟1不背驰。那么下周即使有回落的话，你只要碰不到前面这个低点，还可以有5，或者说是1、2、3、4、5，然后在这里做中枢，看它能不能继续往上走，然后在上面是不是要做2个中枢才能结束这一笔，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下周要关注的，因为这个各种数据啊、非农啊、CPI 啊，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人的讲话临时出来的，所以说东西比较多，那就震荡也比较大，我们需要关注。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标普，我们就简单说这么多。我们先来分析在频道中大家提问的问题。有这个 Derek， 我们的朋友经常，也不是经常啊，他的操作虽然说他可能提问的次数也不多，但是呢，我发现他提问的，以及他提供的交易细节，这个 Derek 已经对缠论的掌握已经很好了，他的交易的买卖点呢、出场位置啊都非常好，而且我发现他调的一些股票不是随大溜。他可能也是经过自己的分析，然后不是说只去买呀什么芯片了、英伟达呀、帕兰提尔这些这个大众的知名度比较高的股票，而是可能自己经过自己的了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因为你在交易过程中你能不能拿得住，完全取决于你对这只股票的信心。基本面是一方面，还有你自己的了解的程度，你对或者说你在某一个行业的那个了解的程度。才能决定你在下跌过程中能不能拿得住，或者长期能不能够持有，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了解的越深，那你可能仓位就下的可能更重一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提问，他有3只股票，问了3只，大家也可以，其他人任何人都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留言，你们想关注的股票。如果说在平时直播中涉及不到的，对吧？因为直播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我们可以放到周末漫谈里面，这样的话时间比较多，可以讲的细一点。那么先看一下 share 个朋友，这个Derek 朋友问的这3只，先问了一个 MSTR， 他说这个 MSTR 它在这个周3、周4在110到125建了仓。我们看一下110在哪里，110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然后125基本上在这里。它在这个位置这个建仓一半，说是日线级别457下来，觉得是 C 段或者第5浪，457就是这个位置，对吧？那么457下来，他觉得是这个 C 浪或者说第5浪，然后和前面下跌没有背驰，所以入场，有背驰所以入场。那如果说他说是 C 浪或5浪的话，应该大概我看一下，这样的是这样，1、2、3、4、5是这么一个5浪他画的，我觉得，然后周五是上涨或者反弹，是反弹或者反转，他也不知道，已经做好了反弹减仓，再去买回来打算，想问一下我怎么看的，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STR，也就是 MicroStrategy 这个股票。这个片儿啊，我们先看一下大周期。我一般看就是先从大周期上往下捋，这样的话我能够精确的分析到我要分析的哪段儿。那么我们看这个在月线上的话，它其实是我们也是只分析最高点下来。他刚才说那个457是在这里，那么它最高点在543，543我们看一下裸 K，543这样的话其实是如果说你严格定义，其实是1笔的定义。
那我这里之所以画成了3笔的原因是它这个二脉啊非常明显，就是一个反抽确认，所以我这里画成了3段。那么这个第一段严格定义它有包含关系，是不满足这个一笔的。那不论怎么讲，你都要分析最后这个第3段，对吧？这就是 Derek 朋友说的457下来的。那么在月线上，如果说你把它们画成3段的话，它这里刚好有一个等比例在145.73，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就是到145.73是等，现在是在145.73之下，意味着这个下跌有可能不背驰了。就针对这个一的话，它是不背驰的，晓得吧？你要注意。但是如果说下周能够拉回到145.73之上，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那你就要关注，那就是下一个月了，因为这是月线上。月线上如果说能够拉回来一笔，你就要关注能不能够碰到这个231，碰不到231还只是一个4浪回撤，4浪反弹，4浪反抽，那还可以有5。那么5的话也可以跌破前面的104.17，跌破的话，那就要去跟5跟3比较，是不是有背驰？如果说不能够跌破前面的低点，那就是2买，还可以再回来，在这里做反向中枢，看到它是不是要再下，还是说只能够，这个大力度的往上走。对吧？这就是我们在大周期上来这个计划。那么现在关注重点就是这个457下来这段，也就是 Derek 他在这个频道里面留言说的。我们要看一下它的4级别，周线上还是一笔，周线上还是一笔，日线上他说的这个 C 段或者说是5浪的话 ，C 段的话其实是利用我们缠论了，就是2个中枢，这是 C， 这是我们经常分析的。如果说用5浪的话，那就是刚才他说的，这是这种。5浪，所以说我们用缠论来分析。那么在这里的话是一个2个中枢，对吧？没有接触，一个趋势下，那么一个这个 C 段，在当时当下的时候，其实这个 C 确实是目测的话跟前面这个比较是有背驰的，看到没有？这个小 B 段跟这个小 C 段是有背驰，但是它之所以能在这个110或者说是125这个位置建仓，还有一个原因，就我分析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段的内部它是有一个1、2、3段的，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190这里看一下它的1小时，在1小时上它也有结构，我把这个拽下来，看1小时上的结构。1小时这里有一个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有中枢，这里有一个 A 中枢，然后这个小 B 段离开1、2、3，在当时当下的时候，我们看这个1、2、3段我已经比较了，这是一个1、2、3。在这个位置124.82，也就是125，他说的入场的位置是在这个等比例的附近，然后当时还出现了这个底分型，看到没有？在这个位置出现底分型，然后你说我在这个位置进场试一下有没有问题？因为它在大周期上日线上已经是跟前面比较是有背驰的，然后在1小时上又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所以125进场没有问题。而且它又不是说只是做一个短线，是想分批建仓，对吧？所以说在125进场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说它涨了只有4根 K 线，没有形成比，那么它又下来了。这就是你要在计划进场的时候，你要计划是进多少仓位，是分批进，还是说是只做一个短线，还是怎样？你自己要计划好。这就是我分析在125进场的原因。那么后来又在110附近进场的话，那就是这个110的话在这里，那么如果说你在周五开盘时候进是买不到110的，或者说盘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在110附近，但是正常交易时段是最低点应该在115附近，所以110附近是应该在前面这里，它又加了一次，对吧？所以说因为它在周周四盘后是出了财报的，所以说它在这里又补了一点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大周期上还是日线上，它这里是有背驰的，就是这个 B 和 C 是短的，然后这个 MACD 也是面积，你看这前面你要把前面这些面积全加起来，前面下面这些面全加起来，明显比后面这个大。现在这是面积也小，然后快慢线的这位置也相对的高，因为前面这个快慢线在这里呢，所以这是双背驰啊，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它敢进的原因。对吧？你不要去看它的基本面啊，这个比特币的原因造成，大家对公司没有信心，然后跌得很猛。但是它已经是2中枢的一个小 C 段了，对吧？你找位置进，这是相对的风险已经很小的情况下，在这个位置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作。所以说，但是他说这个不知道是反弹还是反转，这个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这个反弹到底是能够是否转折这个整个的行情，只能去跟随。所以我们做交易没有办法去预测它到底是反转还是反弹。那么反弹的多了，反弹的强了，比如说反弹到这里，甚至到120天，我先弹到这里，然后踩一下。如果说不回到这个中枢的话，给一个300；如果说回到这个中枢里面的话，还给一个200，我再继续往上走，对吧？反弹的多了就变成反转了。那么在这个位置当下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知道它就是一个反转，或者说是一个反弹，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只能去跟随。就是你也不要去任何人都预测不到。那么这就是你去这个跟。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减呢？那就看它这个1小时这段。现在这个1小时这个反弹还没碰到这个140，140也就是前面这个下跌的低点139.37，现在还没碰到它。但是目前这段的这个力度还是表达还不错。但是你看它这个张口，一定要是持续的往上走才可以。你要注意留意这个，最好是能够直接小周期里面，现在目前可能还没有两中枢呢，是我们之前讲的。你看有没有3根 K 线的并排？这里有一个3根 K 的一个并排，对吧？说明这里是进入段，然后这里离开段，离开段得打出来力度。那看能不能冲到这个150这里，也就是120小时均线的这个120小时均线能不能够冲到这里，甚至200小时均线冲到这里的话，先冲到这里，也就是说跟这个是有接触了。那么有接触之后，看它是不是给一个200，踩一脚之后再继续往上走。如果说这样走的话，才能出在力度。但如果说仅仅是打到这个区间，那不行，因为这就是做了第二个中枢啊，这是第一个中枢，它可以再做一个中枢之后，然后再继续往下沉。200在这里了，就比较深了。所以说，你可以在这里先画出来一个类中枢来，就是我们叫它类中枢的原因，是因为它现在只有这个3根 K 线构成的一个中枢，就是它是一个123根 K 线构成这么一个中枢。正常的话，或者说标准一点的话，我们是需要是这样有金融段，然后3根 K 线构成一个中枢，相当于这个是没有金融段的。但是在缠论里面，这个也叫中枢，这个也叫中枢。那么现在就看它，哎，最好是能够，到中枢上沿这里，你也可以把这个类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如果说它只能够冲到类中枢的中轨这里，那也不行，也是入，然后给一个200，就是这个位置你要卖，然后踩回来200再买回来，看它是不是能往上走，还是说能够直接打到这个120天或者120小时或200小时这里，那是比较强的，甚至是冲破这个位置。那么这个的话，其实就需要那个比特币那面有配合了，单单它自己的话上不去。好的，这是针对这个MicroStrategy 我们说这么多，然后再看他问的这个 Netflix。那么 Netflix 的话也是，主要之所以最近为什么出了财报之后，数字并不差，对吧？然后现在市场关注的就是这个收购，他对时代华纳的这个收购啊，现在，呃，最近好像还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好像说，要调查这个反垄断。你看这个Justice Department 要对他进行一个反垄断的一个调查，这绝对是川普那边或者他下面的人在搞的鬼。那么，因为之所以这个收购案这么麻烦的原因，就是因为CNN 或者其他的一些媒体啊，在这个时代华纳他们这个整个的公司之下，造成这个现在这个一直没有那个出现一个结果的原因在这里，对吧？那么另外的那面那个Paramount 那边也是在就是甲骨文那个公司老板他儿子有一个公司叫 Paramount，那么他们对时代华纳也是在收购，其实类似一个恶意收购了。那么因为大家也知道，呃，川普跟这个甲骨文老板，这个叫什么来着？Larry Ellison 好像是，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的。之前出那个星门计划，Stargate，那个甲骨文都是，而且现在这个 TikTok 收购也是甲骨文，你能想象背后的这些关系吧？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这个难产在这里就在这里？所以说怎么说呢？基本面对它的影响现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看一下技术面，呃，Derek 说他在80到85之间建仓了，80到85，
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区间，也非常好的一个相对偏低的位置。但是日线看好像还没有出现第二个中枢，他说的。那么日线让我们从这个134看的话，确实是现在只有 A 中枢，现在 B 中枢还没出来。从这个离开的话，这一直是浪形的模式，对吧？是一种比的模式往下走，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走的那么流畅原因。然后他现在问是不是在上面也需要减仓，然后可能会有一个 C 段下跌，然后问一下我的那个看法。现在就是说，这个第五笔，你发现这个第五笔，一般我们说浪形的话，一般1、2、3、4、5就可以进行买一买了。毕竟这个五浪的话，基本上动能就被这个消化的差不多了。但是它这个第五段明显没有减弱，它是一个阴跌，你看到没有？一直是阴跌，一直往下走。然后跟这个3比较的话，没被持。我们目测也能看出来，这个空间是大的，就5的空间是大的。我们简单的测一下。哦哦，哈哈，这个目测的还就是不一样。刚好我目测的话，我感觉这个空间是大，但是工具一测刚好是等比例，看到没有？还是这个眼睛有时候花眼啊，或者说你这个不太准，还得用工具看一下。工具的话，79.95，也就是80，是刚好是等比例，跟前面这个空间是一致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位置又企稳了，就在这里呢？所以说，这个 Derek 在这是多少？80到85建仓也是非常非常牛了，基本上就是相对的一个最低点，相对的这个低点，然后现在开始买入。你看它这个 MACD 也沉不下去了，MACD 一直在这个位置横着，看到没有？它不往下走了，这都是好的迹象，就是说跌不动了，你砸不动，你再往下砸也没有人愿意卖了。对吧？有承接，但是卖的人少了，这就是为什么 MACD 表达是这种程度。但是呢，它也是一种阴跌，多头也没出来。虽然说空头没人砸了，或者砸的力度小了，但是你这个多头的力量也没有出来，就是买盘的大幅的买盘也没出来，这造成为什么它一直在下面趴着的原因。那么现在就是，如果说是一个1、2、3、4、5，给你一个6的反弹，碰不到92.35的话，你还得减一减，因为还得有一个7呢。因为我们的模型是1、2、3、4、5、6、7，有7浪衰竭，七浪衰竭，然后给一个8，甚至还可以有9，对吧？7浪衰竭或者是9浪衰竭是两种模型，就到7或到9基本上就是极限了。但现在只是这个第6笔，所以说你要上去的话，你要关注一下，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测一下这个反弹，比如说到这个某一个位置，黄金分割，如果说到0.618的话是90.41，还是没碰到92.35，除非是这个收购案真的是这个水落石出了，尘埃落定了，那么才有可能真正起来。所以我的建议是有反弹先减一减，然后先利用这些小的这个反弹，把差价，把手里的差价成本看能不能够降一降。这样的话，你拿在底部的话，你就也踏实啊。你继续往下砸，我再补嘛，对不对？所以说它毕竟是相对一个低位的一个位置。这是针对这个 Netflix。还有一个他问的这个 SMCI，也就是这个之前涨了一大波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关注它，就是超微电脑。这个公司是啥公司呢？这是一个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供应方。它主要的业务就是这个，它能够提供这个高性能服务器，给这个数据中心提供高性能那个服务器以及这个存储系统。重点是什么？基于液冷技术的 AI 机架集成解决方案，就是它的这个液冷技术非常牛，这个 SMCI。但是啊，它之所以就是在之前大涨这一波，哦，这一波真的是从30多涨到了122，这一波确实涨得非常牛，也是当时很多我看很多YouTuber 在推这个，说这个公司，对吧？那么这波上涨确实是非常牛。那么如果说你能够吃到的话，那是利润非常丰厚的。那后来的话，也是因为好像说他们的老板好像也是华人还是华裔，出现了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对吧？说是财务造假啊，怎么着，一直这个财报出不来。后来也是换了几家这个统计公司，就给他们分析，给他们做报告的，换了几家这个审计公司，但是后来是出来了，换了几家之后出来了。现在也是稳当了。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说真的有财务方面有问题的话，虽然说现在已经澄清了，但是对
可能大的机构的投资信心可能现在不足吧。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那么整体上它的基本面基本面我们就不说太多了，毕竟也不太了解，就看一下技术面。那么在月线上，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现在月线上这里是从最高点122下来的话，是一笔下一笔上一笔下3笔，这3笔都满足比的定义，都满足。唯一的一点就是这里有个毛刺儿，这个毛刺儿就是当时说它财务，好像说是出了，就他的审计公司出了一个财务报告之后，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应该是在它的这个财报之前，就是2月份的这段时间，造成了一个大幅上涨，也就是出现了周线的这么一个大的毛刺儿，是当时那种情况下出来的，也就是月线上看的话，就是这么一个上影线，这个上影线就是当时那个财报的原因出了这个造成的，但是呢，我在这里是直接一笔就画到了这个次高点，我画到了次高点，这样的话是一笔上，它是满足定义的，你把这个毛刺儿截取到它这个开盘价。也不是开盘价，开盘价应该在这里，开盘价在这里，这是收盘价。你把上面收盘价上面的这个截取掉，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笔上在这里，因为这样的话就是符合我们的这个缠论定义，对吧？那这样就看它这里也形成了月的底分型了，这个月的底分型也形成了，然后 MACD 也是收在了0轴以上。如果说能收平的话，对吧？收平看能不能起来，这样的话月线上看能不能给到一笔反弹，那就比较强了。那如果说能够到前面的这个高点的话，有82%的一个空间呢，到前面这个小高点，到这个62的话，有82%的空间，80%以上的空间。那么第二个朋友他是在30附近建仓了，30附近也是这个在这个现在目前价格下面，就是在这个底分型这里，非常好的一个建仓位置。他现在说感觉是在做周线级别的一个大型中枢，上限是55，因此他买了，准备拿到55，再看会不会突破，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这样计划非常好，就是也是非常可以的。你在这个低点底分型的低点在27.75，对吧？只要这个27.75不被跌破的话，那这里就要生长出来一笔来。至于它是这种力度比较大的，还是一个力度比较缓的，这现在没有办法来确定，你需要慢慢的去跟踪它。起码现在这个月的底分型是出现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其实就是这段，它是不是结束了？因为现在只是出现了月的底分型，那如果说底分型被打掉了，继续延续也可以啊。那么延续的话呢，可能要去踩一下这个120月或者200月均线，对吧？那就要往下走了，那就要跌破前面这个低点。这个是17，跌破17.25这个低点，它可以继续往下走的，对吧？你出现底分型也不是100%就要生长出来的，所以说你也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如果说往下走，你可以再继续补。那么往下走的话，我们看它的这个空间，到120月是56%，空间相对比较大，空间其实它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里如果说它如果是不能够延续往上走的话，你需要在小周期先减一减。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小周期。我们把这个月线上给它，已经高亮了。我们把这个周期加上，看一下周线上，那么就是从这个62.36到27.75这段，它现在这里面只有3段，发现没有？周线上只有3段，然后现在这个第4笔现在还没出来，是有这个迹象是能够出来第4笔，现在是顶到了这个120这200，顶到了200周，顶到200周这里起码要出来，顶到这个出来之后，你要关注就是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39.56，碰不到39.56的话，它还可以是一个1、2、3、4、5，也就是要跌破这个27.75之后，才有可能结束什么呢？才有可能结束月线上那一笔。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说月线上虽然说有底分型了，但是你要防止它这笔上去了没力度，或者说刚刚回到，你说的这个周线中枢是在这里，周线上确实有一个大中枢，就是说这是从前面最高点下来的。从这个122下来的话，如果说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如果说按照这个来分析，是一个1、2、3、4、5一个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里做中枢震荡。但是如果说你从前面这里就要算的话，从这个位置1、2、3作为进入段，然后1、2、3、4、5、6、7、8，
刚好现在是第8笔。如果说回到第9笔，就是这个中枢给你拉回去了，回到这个篮筐里面，变成第9笔了，那也可以往下走的，也可以往下走，它不一定要到这个55这个位置的，它可以到中轨这里，这里有一个中枢中轨，在45左右，45左右也没有问题啊。到了45就是第9笔了，周线的这个震荡第9笔，所以它可以往下选的，所以说你要小心这个。那么现在就看它这一段的这个反弹能不能够出来。那么日线上现在是一个迹象比较好，就从这个最低点27.75这里，我们从这里给它断开。现在是潜在的有第3段要出来了，就是1、2、3。那么 Derek 是在30附近建仓，基本上就是这个底分型这里，就是这个第2段结束之后，然后一个这是在哪天？这是在2月4号这一天出现了一个高空这个跳空高开，上涨了13.78%，对吧？它是也是财报之后出的，它这个数字你看非常的亮丽，数字是非常的亮丽的。那么除了财报之后，第2天出现了一个8%左右的一个回调。那么我不知道你这个30是在这个位置买的，还是回调之后买的啊？都可以吧。如果说这是在回调之后买的，你就更牛了，因为它是出现底分型之后的一个下探。禅师的建议也是这样，就是说出现底分型了，他是建议不是出现底分型这天买，而是出现底分型当天或者说之后的某一天的回探，回探下面这个第2元素低点失败买入，不是说冲高买，是回探没有跌破前面的这个第2元素低点的时候买，这个是这个节奏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你买在这个位置的话，那就更牛了。就是如果说买在它的出现底分型的回探下跌失败了，就是没有跌破前面的这个低点，那就是更厉害。但是如果说你提前买一点也没有关系，毕竟这是一个2买的位置，前面如果说是1买的话，对吧？那么它的小周期这是有中枢的，2个小中枢了已经，所以你在这个位置买也是没有问题的。不管怎么讲，现在都是买的位置非常好，对吧？基本上，如果说你学了缠论之后，你会发现，你一买就涨的时候特别多，因为你是耐心等待它出现内部结构饱满的时候，你才进场的。就是说跌不动，或者说跌的这个很充分了，我再进，那基本上就是一买就涨，或者买了等不了几天就可以涨。这种那个时候那个是非常多的，你会发现，你就会觉得太神了，你一买就涨。不像很多散户说的，哎呀，好像机构是盯着我的操作，我一买它就跌，我一卖它就这个涨，跟我刚好是反着来的。很多散户会有这种的这个抱怨也好，或者体会也好，对吧？感觉资金大的机构就差你那点钱，天天盯着你那点账户里面的钱，所以说他能买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那么也是，这个3的力度要出来，起码要先顶到这个120天这里，所以你需要跟的就是这一小段。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那么现在也是已经顶到了等比例了，看到没有？但是现在是力度还是非常强的，起码要到这个120天这里，在40附近吧。到这里的话，那就是不背驰了，就是1、2、3不背驰，才有可能出现4和5。如果说3只能到这里的话，那就是说张口张不开，这个快慢线的张口张不开的话也不行，所以一定要冲上去，看它能出现4和5，这样才有可能出现周线上的这一笔到这个45这里，甚至往上走，当然也可以。但是如果说连45都冲不上去的话，那你就要小心，它是做了一个在这里，比如说到45了，这也是可以做一个反向中枢往下走的，甚至是这个是第9笔也可以。因为我刚才说，之所以是一个反向中枢往下走，是说它的月线上，因为月线上现在是有一笔回撤的，这里是有一笔月线回撤的，它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周线的中枢之后往下走的，是2种方法了。一是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同级别分解，就是以中枢为中心，这是一个9段，如果说拉回去就是一个第9笔的一个中枢，以中枢为中心可以往下走。如果说我刚才说那种按照月线的结构来的话，就是这里62.36是月线上的回落一笔。现在这一笔我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因为它反弹一笔之后构成一个反向中枢，可以继续往下走的。所以说这就是结合
非同级别分解和同级别分解之后，你得到的这个结论。所以说到了这个位置，不要觉得一定要往上走，需要警惕一下，它是两个方向都可以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SMCI。那么针对大家提问的这3个股票，我们已经分析完了。我们现在看一下下周要出财报这些。先看一下Spotify。那么 Spotify 的话，大家不知道应该都知道，它是一个流媒体，做全球最大的音频流媒体平台的，对吧？通过这个免费加订阅的模式，提供音乐啊、播客呀、还有一些有声书的服务。那么在这个流媒体就音乐的流媒体行业，它绝对是领军的，就是类似龙头。市场占有份额大约在30%以上，对吧？那么它的竞争对手也比较多，像苹果了、Apple Music、Amazon Music， 还有什么 YouTube Music， 还有腾讯的音乐什么的，这都是它的一个竞争对手。但是整体全球市场的话，它是占30%以上的，所以说它的而且这个用户的活跃度也是行业第一的，对吧？就是它在流媒体行业还是很强的。但是呢，看一下它的图形，最近也是跌的比较多。我们看一下大周期，现在看的周期是这个季度的，每根 K 线是一个季度，就3个月。在大季度上，它其实是有这么一个，也是一个类中枢。看它现在看可能是要跌回来了，跌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之后，看它能不能够企稳，对吧？企稳之后，但是现在在季度上，现在已经跌了3个季度，这个叫什么？3根 K 线了，已经跌了9个月了。那么就看它这里是不是要延续。那么我们需要看一下月线上。那么月线上也回落，从这个69.29上涨，如果说测它的回落的话，也到0.5了。那要再往下走，就去0.018了，342了。现在月线上还没有底分型呢。再看一下周线，那么周线也是从这个69.29，就是说还是要2个方法同时来用，就是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都要用。那么在周线上的话，2个中枢 A 中枢、B 中枢，对吧？现在你只能说它拉回到 B 中枢里来了。我拉回到 B 中枢里来，因为这里其实是有过一个3买的，但是呢，这个的3买就是这个615这个低点呢，在当时当下绝对是一个3买。这个因为回落是够一笔的，针对这个中枢就是一个3买，但是它这个反弹是不够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弹，这个反弹最高点在748.3，次高点在745。你如果说画到次高点的话，它是够一笔反弹；你画到最高点748.3是不够一笔的。但是在当时当下，这个3买你是要做的，因为周期又相对比较大，是周线。你看一下这个空间吧，从这个615到这个748，17%、18%的一个空间，对吧？接近20%的一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在当时当下，这个3买是需要去应对的。你不能说现在啊，这个3买你买了，现在还是跌下来了，对吧？那你是预测呀，你是马后炮，那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当时当下，这个3买你要去应对这个反弹的。所以说，但是现在已经出来了，那么已经出来的图形我们就好分析了，前面这些都不算。就这里是直接一笔就回来了，因为它毕竟不能够满足定义，只是它的次级别这里是有一个中枢而已。那么现在又回到这个中枢了，第2个中枢就看它，虽然说它也跌破了这个中枢的低点，但是就是一个扩张型的中枢，并不是一个收缩型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扩张型的中枢，它现在也是踩到了这个120周上，对吧？现在是在120周之下，看看但是这个张口张得太大，快慢线的张口张得太大，说明这个力度，这是一个，尤其是本周刚刚过去这周杀得太快，跌了15.54%，这个杀得太快了，说明这个力度有点加速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要关注一下这段的次级别，看它是不是要继续往下走。如果继续往下走，就要去200周了。200周的话，23%，对吧？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次级别，看一下结构。日线上，从这个最高点785，从785下来之后，在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然后这笔反弹的非常牛，刚好反弹到中枢里面来。这是我是多次跟大家提及的，就是发现你走离开段的时候会给你一次反抽的，它可以抽不回去，抽不回去就是一个3脉往下走，抽回去了就是根据这个中枢，就是围绕这个中枢震荡。但是你看它刚刚回到这个中枢里面了去，
刚刚回到中枢里面去，因为这个上面套牢盘太大了，所以说这个位置绝对要减仓或者说去做空它的。这种图形非常多，这种图形非常多。一旦你熟悉了这种结构，你这个位置是大胆去做空的，或者大胆要减仓的，甚至要出大部分的仓位的，就是很多图形都是这样。就拉回去，刚回到中枢里面来，然后往下走，或者说再往上走一点，但是也不能够触及这个中轨的位置，也是弱，你也可以大胆的减仓去卖它，甚至去做空它，对吧？所以说这个位置是非常，你看到没有？刚刚回到中枢里面去，然后就往下走，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668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能够在668这个位置出逃的话，那下面这些都跟你没关系，对吧？那么再往下走，668之后，这整个是一笔呀、日线上这整个都是一笔，说明它这个小 B 段的这个力度太强了。虽然说这里是出现过一些中枢的，这些中枢但是都不是本级别的，都是次级别甚至是次级别的中枢。我们看一下这个小 B 段，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小 B 段跟这个小 B 跟小 A 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的话，没有背驰的，它说明它要在下面这里是有一个大 A。那么它会在下面这里做出一个大 B 之后，才可能结束这整个下跌的，对吧？所以现在就看它这个小 B 段有没有可能结束，从这个668下来的。那么668下来的，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但是它这个次级别啊，需要看一下4小时。我在这个里面是用的4小时，因为如果说用1小时的话就特别乱，1小时就特别乱。1小时你看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但是这个中枢是升级之后的中枢，所以说我们用4小时看。4小时这里做了一个中枢，这里做了一个中枢之后，然后又走一个离开，就是4小时的一个小 B 段，然后4小时的一个小 B 段里面又有一个离开啊，它就是这个嵌套，就是一个多级别共振了，就是说结构同构了。这里有一个进入段，然后在1小时上又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又是一个离开，发现没有？都是在走小 B 段，这是1小时的小 B 段，然后从这个最高点下来的话是4小时小 B 段，然后这整个这些是日线的小 B 段 ，B 套 B 到 P， 就是这类似一个波浪理论里面的3浪3套3浪3，全部都是这个最强的那段。在缠论里面的小 B 段类似波浪里面的3浪，这就为什么它走的那么延续性那么好的原因，就因为它每一浪都是走的最强的那段，这就造成了它为什么从668一直跌到了这个4422，这杀的非常狠，是跌掉了将近40%啊，就这么滚下来了，相当于。所以现在就看1小时它这里这笔反弹，因为财报的原因，在下周二之前，下周二盘前出财报，先能不能够到447？因为针对1小时这个中枢，我还没有三卖呢。如果说到了这个位置，或者0.5啊，或者到0.018都回不去，那还是三卖，你就要注意了。我们看一下，如果说能够到0.018的话，16.7%，它一般力度比较大的话是10%左右的一个震荡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甚至是能看能不能到120小时均线这里。但是如果回不去的话，就是三卖。最强的就是能够突破这个1小时的最后这个中枢，站上去，才有可能逆转，对吧？所以这是针对这个 Spotify。我们再看这个 UPST 也是月线上，这是一笔上一笔下。UPST 我们刚才说了，它的这个主营业务就是主要是一个 AI 信用评估领域的这个开创者以及领头羊，在这个信贷撮合平台方面它是比较牛的。那么现在它在月线上啊，其实要跌破这个31.4才能够出现月线的回落一笔，所以在月线上它其实下跌这段现在还没方向，它需要再次跌破31.4，月线才勾一笔，才可能出现一个月线的一个二买，这就是它在这个结构上。我们再看周线。从这个最高点96.43下来的话，这是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出一个中枢来了，看到没有？刚好在这个中枢位置，然后在周二盘后要出财报，所以说这个周一和周二这2天交易的话，它就如果说先选择跌破31.4的话，那你就看这个现在是没看到力度，就这一笔最后这一笔现在还是没有力度的。如果说它能够在这个比如说周一给你跌破，然后周二就给你来一个底纹型，那是更好了。所以说它现在我个人感觉的话，它这里跌不动了，就这个位置，如果说它给你一个往上走也可以，或者说周一周二先跌破这个
31.4，那这样的话就构成月线上那一笔了，然后再给你来一个财报，然后一个大幅上涨，有可能啊。如果说真的是这么走的话，但是整体来讲，目前它是有点跌不动的状态，就是这个离开段或者这一笔，而且是在这个中枢下沿这里有点跌不动了。所以说这个 MACD 也是表达就是空头的力量没有出来，所以说也是。那么要看一下日线上，也是这个日线上现在这一笔的话，现在还是有一点就是延续性还是比较好，就是多头没出来，空头的延续比较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一笔，给它画一下，然后看一下日线。日线上你看到日线上也是一笔，对吧？那么1小时上这里是有中枢的，这里有中枢，下面这个中枢这里可能是有一个，但是没有前面的这个中枢 K 线没有前面的多，意味着这个第二个中枢不够饱满。什么时候看周一周二这里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小中枢之后，然后一个财报是选择是不是能往上走，这就是它目前整体上的一个结构。但是整体来说，我个人感觉啊，即使要跌破31.4之后的话，它如果说没有力度继续往下走的话，反而会出现一个月线的一个大二买，只要不跌破前面的11.93都可以。就11.93是千万不能够被跌破的。而且它这个 MACD 也是在零轴附近这里，看到没有？如果说给到一个零轴附近企稳了，给一个二买，那这个 C 段就牛了。所以说这个，但是它的这个毕竟盘子比较小，可以相对的关注一下，对吧？想参与的话就用小一点仓位，但是仓位不能太重。最后再看一个这个 Rivian 的话是，也是下周要出财报了，这是在这个2月12号周四盘后。这个之所以我们要聊，是因为在盘中我们做解盘的时候，做直播的时候，有过几次朋友问他，因为 Rivian 的话，它是一个高端电动汽车的一个制造商，对吧？它有一些皮卡呀，还有一些给这个亚马逊定制的电动送货车。亚马逊也对它有一个大幅的投资，而且啊，这个它跟这个大众汽车，就是德国这个大众有一个深度合作，获得了一些资金，还有一些技术协同潜力，所以说它是有潜力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关注它。那么你看它的结构，从这个8.26这个最低点，这里是有一个震荡的区间，这个如果说算成进入段的话，1、2、3、4、5、6、7、8、9，刚好第9笔呀，第9段。它这个是一个9段的一个位置，而且我们看一下裸 K，这个不能看裸 K，我要这个中枢，这个把这个均线给它去掉，在周五的这个低点刚好在周线中轨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这个位置刚好在这个虚线是这个中线中轨的位置，刚好是踩到这里了，所以说也是这个在中轨偏上、中轨以上的话还是偏强的，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这个这一笔。周线虽然说出现了一个类似一个十字星的这么一个 K 线，K 线实体非常小，下影线非常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转折迹象的这么一个单 K，这是有可能要转折了，这就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但是在次级别上还是一个一笔下，也就是说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日线上还是一笔下，虽然说日线上本周五是出了一个强底分型，对吧？但是日线上现在还没有出现更多的结构，我们需要看一下1小时。那么1小时，这是我们之前在直播时候分析过的。这里有一个中枢，1小时上有中枢，然后你看它的离开，从这个离开段这里一个前面还有一笔，1、2、3、4、5、6、7，走了一个7浪下跌，7浪衰竭，看到没有？这是我们一直提及的7浪衰竭或者9浪衰竭。1、2、3、4、5、6、7，这2个高点和前面这个低点是没接触的，所以说是一个7浪衰竭下来的。那么7浪衰竭之后，开始出现第8笔了。那么现在这里一定是要强势打出去。你如果说只是在这里震的话，那不行，因为这样的话只是说我上面有一个 A 了，我在这里做 B， 对吧？那可能还有低点呢，再次跌破这个，就是这个要在这里做 B 中枢就弱了。最好就是这里这个1、2、3要强，比如说这个首先要顶到这个120小时这里的话，给一个二买，最好不要碰到这个类中枢的这个高点。然后往上走，而且是不畏迟的往上走才可以。所以说要关注这个财报了。这个财报如果说比较好了，或者指引比较好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大幅的，比如说在财报之前给你一个二买，然后最好不要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就这个类中枢，一定不要回到这里面来。就是说在周四之前，如果说能够在上面做一个小中枢，那就有希望往上走。
所以这个类中枢就是你观察的重点。如果说它在周四之前又回到这里来了，那就弱了，对吧？那就可能要继续再打一个低点，来一个破底翻之后再上来。这就是针对这个 Vivian 有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可能性。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再见。